大家好，我是木岛。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强风吹拂》里跑香根一传第8区的 King 坂口洋平。在这个颜值及正义的时代， King 从一出场就很难成为讨喜的角色。雪上加霜的是，他连性格也不如其他竹青庄成员可爱，敏感、自卑又死要面子，内耗自己还外耗别人。他的每一面似乎都容易让人讨厌，但或许最无法接受他的正是他自己。努力多年却始终学不会拿捏好社交距离，渴望敞开心扉却又害怕受伤，在这进退两难之间只留下一个别扭的身影。如果其他人让我们看到了理想中的自己，那么 King 就像是一面镜子，他照出了我们的脆弱与不完美。我们总是向往那些闪闪发光的人，但那个笨拙又倔强的努力向前的自己，其实也同样值得被看见。King 入驻竹青庄的契机发生在入学的第1年，那时他偶然在学生事务课的公告栏角落里看到一张竹青庄的房屋平面图。虽然竹青庄的第1年房租让人心动，但真正促使他住下来的原因是那2位先他一步入住的同年级房客。King 并不认识他们，但对于敏感脆弱又自尊心极强的他来说，交朋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大概想着，既然有共同的住所，大家又是同年级的，或许可以因此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也能更容易建立起联系。对 King 来说，能够在陌生的大学环境中迅速找到一丝归属感和安全感，比低廉的房租更具诱惑力。竹青庄也确实没有让 King 失望，无论是当初入住时在竹青的学长们，还是与他同一年入住的阿雪和辉儿，还是后来陆陆续续加入的房客们，大家都是很亲切的人。平时大家就会一起吃饭聊天，找到借口时更是会大开 party 喝酒狂欢，这种热热闹闹的感觉正是 King 所向往的。可惜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一眨眼 King 已经是大4生了。就职压力就像扑面而来的巨浪一样，避无可避。King 开始变得沉默寡言，不再热衷于参与大家的活动。神童担心 King 完全封闭了内心，而双胞胎则是无法理解他的焦虑，问大家最近就业率不是提高了吗？早早上岸了的阿雪解释道，整体上看可能是这样，但不行的人还是不行。不行的人还是不行，这句话可能是这部动画里数1数2残酷的一句话了。这个世界上资质平庸的人占了绝大多数，平庸的人既没有躲开巨浪的能力，又缺乏迎浪而上的勇气，结局无非是被巨浪拍倒在地，或是放弃挣扎，随波逐流。King 也是如此。面试后的巨信一封接一封的来， King 内心的焦躁也在一点一点的累积。连从挫折中爬起来都费劲的 King， 在这个节点上还被辉儿逼着跑起来。这种不近人情的逼迫让 King 情绪大爆发，他愤怒地质问辉儿，跑步就可以找到工作吗？我的人生是为了你们吗？ King 内心的这种焦躁不安，连他平时最爱的消遣猜谜都无法缓解。毕竟说到底，坐在电视机前猜谜只是一种通过轻松又安全的方式建立优越感的活动，只要背得够多，就能享受比别人更博学的快感。而躲在屏幕后参与，又可以避免站在聚光灯下接受他人评判的压力，这对玻璃心又自视甚高的 King 来说是最好不过的消遣了。可惜找工作恰恰与猜谜相反，我们无法像猜谜那样坐在屏幕后避开压力，而是必须将自己推到台前，直面他人的指指点点。踏入社会后，也无法找到像猜谜那样简单明了的规则来遵循。面对挫败与打击，无所适从的 King 选择翘掉夜跑训练，去麻将馆逃避。然而短暂的逃避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看到大家一边夜跑一边宣传后援会，他更是陷入了自我厌恶的深渊。大家都在积极朝着一个目标前进，只有他依然堕落在暗处。还好，这时候神童拉开了 King 的房门，让光线洒进了 King 黑暗的房间。King 问神童，你又没有跑过一传，为什么你能那么执着？神童沉默了片刻，回答道，你哦，我不知道，但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想去跑。竹青庄的大部分人并不像辉儿和阿走那样拥有对跑步的热爱，他们的出发点更多是不得不，而非想要。最开始神童也是被辉儿强迫去跑的，然而当他亲自迈开步伐，
感受到跑鞋与地面之间的震动，冷空气涌入肺里，心脏的跳动在胸腔中激烈回响时，神童发现自己有了不同的想法。他说，找工作跟跑步不是大同小异吗？其实从更广的角度来看，生活中有许多不得不做的事情也与跑步大同小异。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是出于兴趣去做的，从小时候的上学到长大后的工作，甚至是日复一日的清洁、洗脸、刷牙，对许多人来说，他们都只是不得不做的任务。只是与其将这些任务视作负担，像被逼迫的受害者一样消极应对，不如主动去面对他们。或许当我们认真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在这些让人厌烦的事情里找到意想不到的乐趣。在神童的开导下， King 终于下定决心重新掌握自己生活的主动权。他主动穿上惩罚的 T 恤，回归到了队伍中。接下来的日子，他兢兢业业的训练，积极为队友加油打气，自己也在集训后的第一个记录会上成功拿到了出赛资格。转眼，香根一传比赛的日子到来了。辉二安排 King 跑第8区，理由是，即便看不见对手，辉二也相信李谷跟 King 能按照自己的节奏跑完。李谷确实如辉二料想的那样稳稳当当的跑完了全程，但 King 那边却发生了一点小意外。赛前受到神浩介挑衅的 King 被激起了好胜心，他拼命的试图追赶神浩介，却还是被越拉越远，还打乱了自己的节奏。得知这一状况的辉二赶紧让房东给 King 传话，提醒 King 说，8区的关键在游行寺的上坡路。游行寺，对，辉二之前有跟我提过。King 陷入了回忆，想起了这4年里的点点滴滴，尤其是与辉二的相处。从 King 见辉二的第一面开始，辉二就对他很温柔。可正当 King 以为自己遇到了一个能够包容他别扭个性的好朋友的时候，却发现辉儿对谁都很温柔。这种失望的心情 ，King 没有办法对谁诉说，因为对玻璃心的人来讲，每一次自我暴露都是一场豪赌，赌对方会小心呵护这颗易碎的玻璃，还是毫不在意地将它砸向地面。King 没有赌上自尊心的勇气，但还好他有跑步。跑步的这几个月以来，他拥有了很多体验。他跟竹青的伙伴们一起累倒在草地上，一起为每个阶段性胜利庆祝，一起握紧颤抖的手，等待比赛的结果。这些一起经历的痛苦与快乐，让 King 头一回跟别人变得如此亲密，也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被需要的温暖。虽然工作依旧没有着落，和辉二也没能成为挚友，尴尬别扭的个性也依然难以改变。或许未来的路依然迷茫，孤独的时刻也无法避免，但这份温暖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King 把绶带交到了阿周手上，这场名为香根一传的美梦，终究还是走到了梦醒的时刻。但这份曾经的梦想将会继续陪伴 King 度过那些无人理解的日子，也会在某个关键时刻化作勇气，让他再次相信别人，相信自己。我是木岛，我们下期影片见。